Hello 啊，大家晚上好啊！又来到了我们一个很突发的 live 啊，所以呢，今天晚上啊，我是希望跟大家做更多的互动啊，然后我也想看一下你们啊，到底是来自哪里呢？啊，你们也可以把你来自哪里的啊，马来西亚的、香港的啊，也都可以啊，写在留言区里面啊，跟我互动一下啊，了解一下啊，到底你是来自哪里的呢？啊，那我们今天也是准备了很多的内容啊，尤其是我们看到最近呢，港股啊好像是有了一阵风啊，突然间港股是连续涨了好几天啊，并且是涨到了19000啊，最高是19600多点，我记得是OK 啊，我看到有很多同学都是来自于马来西亚的啊，你们好啊，另外还有新加坡的你们好啊。那今天我们也是准备了很多内容但也是同样的在我准备这些内容之前呢，也是先问一下同学们你们最近比较关注的一些内容或者是想关注的点到底是什么呢？你们也是可以写在留言区里面的，然后我们可以互动一下的同样的，如果在线的直播人数超过了1000的话我们也是按照例我们也是可以分享一个股票的看法，然后呢，你们也是可以在留言区里面写一个股票最多人投票的那一个，我们就可以来分享一下无论是技术分析也好，或者是基本分析也好我们都可以去来看一下那一家公司我到底有什么看法好。OK 我看到有个同学问了关于这个恒生指数的OK，那这个问题呢，我觉得问得非常好在后续这个 live 的后续呢，我也是有讲到关于恒生指数的那关于它后续的走势怎么看我在后面也会分享一点点当然有更多的看法，其实我在上个星期的 GMT 里面已经有讲过我大致上其实那个看法是比较一致的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并且我在有更新的话我在星期五的 GMT 也会讲解的更多一点那这位同学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非常好的问题那我们现在直接的来给大家看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港股在上一次是4到5月它那个时候也是在短短的1个月里面涨了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涨幅然后呢后来它又有了一个很长时间的调整人家都在嘲笑港股珍惜生命远离港股，然后呢又有了一波调整之后，在最近的这1个月或者说8月底到现在整个9月也是有一个很亮丽的一波涨幅那为什么在最近港股能够连续涨几天呢甚至是我们看到在过去的10天里面，它是涨了超过11%在这短短的几段时间里面它甚至是能够跑赢美股的那到底为什么它能够有这么强劲的一个涨幅呢我们接下来一一的给大家看一下不过首先在我们来讲这个内容之前我也是想问一下同学们，你们知道为什么港股它会涨这么强劲吗？有人说港股牛腻了那这个我觉得看你怎么理解就对我来说我觉得就像七爸爸说的一样他觉得之前的那一波涨幅比较像是一个牛一，然后现在可能是一个牛二开始，也不一定那我们来看一下同学们你们知道为什么在最近港股涨了这么多呢？我们来看一下有人说大牛市来了那确实最近是一个很强劲的一个实况包括如果我们不看港股的话我们看美股，同样的也是一个很强劲的走势Rich 老师有配置白银吗？这个我在 JT 里面会分享了那这个后续走势的看法，这个我觉得到1000人的时候我再来分享一下那这一次有机会过22700吗？OK 这个问题同样的，如果是有兴趣的也是我可以
可以就如果等到1000人的时候啊，我再回答这个问题啊。OK 啊，我们现在来就问一下大家啊，你们知道啊最近几天为什么涨了这么多呢？啊，如果你们连涨了这么多的那个原因都不知道的话，那我感觉可能啊不是在做投资了啊，可能是在一个赌博了啊。那我们 OK， 有个同学非常短而精的说出了一个重点啊，就是国家队啊，好像有一个无形之手帮忙了啊。那确实没错的啊，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国家队啊，他推出了一些政策，然后呢推出了这些政策之后，股市是马上有一个反应，然后呢你可以看到在昨天啊是涨得最快最急的那一天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的，我看到有个很搞笑的留言，有人说 Chief Papa 买起了港股哇，那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们买港股就随便卖都可以，都可以啊，操纵这个股市了，不是应该没有这么厉害了吧啊？那我们说回正题啊，就是为什么这个港股最近有这么多很强劲的走势，包括在昨天啊，它能够高开，然后涨了超过4%啊，这也是一个很少见的一波涨幅。然后你可以看到在过去的几天里面，这个成交量也是相比之前是活跃了很多啊。如果你是看港股的期货的话，它的成交量是超过了1500亿啊。然后昨天是成交量再一次的放大啊，非常强劲。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为什么这个政策啊，它到底是有什么推出什么呢？第一，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中国宣布了它下调这个存款的准备金率0.5个百分比并且呢不只是这样，它还宣布它在今年年底之前还有可能会下调一个存款准备金率大概是0.25或者是0.5个百分比所以这个也是能让市场看到，哎，好像现在第一它开始降了这个准备金率之后现在市场的情绪开始已经是没有像以前那么悲观了然后再看一下其他的几个因素我觉得这一次其实可以说是一个多管齐下各方面的一起去救市救这个市场那我们再看到它也是释放了一个长期的流动资金大概是1万亿左右那你可以想象一下当这个股票市场里面它又多了一笔钱之后那很自然而然的这个股市或者是其他的资产比如说房地产，它也是能够有一波上涨的那另外当然这个房地产它是有一定的延迟性它相对来说没有股票的市场那么很快速的反映出来，所以你可以看到在今天港股或者是 A 股也是涨了很多也是比其他的市场涨得更快，因为它是相对比较一个快的反应比较快的一个市场里面不像是房地产那样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个它也是有出一个政策去拯救的，就是房地产的行业。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它也是宣布降低了一个存款的房贷利率，并且呢这个利率从过去的60%现在提升到了这个100%所以你可以看到如果你现在借贷的这个政策呢你现在去借贷你的这个百分比你会更容易借钱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我觉得是这么多政策里面就如果你刚才那些全部没有记清楚的话，我觉得以下这一个是史无前例的，并且是我觉得可以说是国家队无形之手抬起来的一个行为就是你可以看到他宣布一个新的政策，就是他宣布把这个证券、基金和保险的公司他宣布呢可以把他们的证券或者是他有的一些股票的 ETF， 或者是
一些沪深300的一些指数股票的一些股票成分股，可以把它抵押之后呢，换成一个国债。那你换成国债之后你这个金融机构，你可以选择把这个国债去抵押或者是买卖的方式获得资金那你获得资金之后，你能干嘛呢？你可以看一下最后的那一句，这些相关的资金只能够投资股市，也就是说你拿了这些债券ETF拿去换了国债之后，你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把这些钱放在股票市场里面。这其实变相就像是国家它并不是直接拿钱投进去，而是它透过另外一种方式就像我刚才说的，无形之手把钱投放在市场里面就有点像是一个量化宽松的行为那什么是量化宽松呢？你可以大家如果有经历过2020年、2021年的时候当时候也是市场也是一个量化宽松的时候当时候有大量的资金是投放到了很多的资产和一些股票市场里面，所以当时候股票市场也是涨了很多很多。而现在中国它就推出了一个中国版的一个QE 就像我刚才说的，然后你也可以看到它推出了各种各样的政策，并且是多管齐下的我觉得是非常暴力的去救市那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有不同的方法但最终的目的大家也看到有一点，就是最终的目的就是让投资者更有信心包括房地产的，包括其他的让他们更有信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它就是各种的方法把这些钱包括他用无形之手也好，把这些钱投放到这个股票市场里面所以你可以看到为什么港股最近涨了这么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中国它推出了各种各样的政策去救市那当然其实还有另外的原因这个原因呢，其实在我们之前的直播当中也是有一直的提到的，并且呢这个原因在我们上一期的影片YouTube 影片里面也有讲到的，就是美元走弱，其实这个呢也是会利好港股的那具体的原因你们也可以去回去之前的直播里面去看一下为什么美元走弱其实会利好港股的。所以呢，每当你看到左边的这张图表上面的那个图表呢，就是美元指数 DXY。当你看到 DXY 的那个指数开始向下的时候就代表着美元走弱。那你可以看到下面的那一幅图表呢，就是香港的恒生指数它是跟美元的走势呢呈现相反的走势的所以当美元走弱的时候，也是会有利于港股和恒生指数所以你也可以看到最近美元确实也在继续的减弱，而这也利好了港股在最近也是有一波非常亮丽的走势，这个也是我们过去也是一直有看到并且有讲出来的那最近我们也是收到了很多同学留言发问，去爸爸这些港股还能买吗？美团还能买吗？这港股还有什么可以买的呢？包括刚才我看到有个同学问就是港股现在还能看多少呢？目前港股之后会涨还是它会有一个回调呢？包括你们有没有其他的同学同样的也有这个问题，你们也可以在这个留言区里面写下来那如果你们非常感兴趣的，我们也可以看一下有没有这个时间来回答你们的问题有人问就是说有人说就是现在看到了之前看到了我们那个影片并且all in 了 YINM 赚麻了那非常好OK 有网友说就是小米不一定买OK 有没有其他的同学也是有相关的问题，就想问港股之后会涨还是会跌呢？或者是对于港股之后的看法怎么样到底应不应该高追呢？这个
有没有同学有兴趣的？如果没有兴趣的话，那我就不讲啊。有 OK 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啊。那首先第一点啊，我记得非常印象深刻的啊，就是在过去几个月啊，就是或者是在过去，我记得港股在16000的时候啊，当时候我还是听到有很多人都在讲啊，珍惜生命，远离港股啊。还有一句我在香港的一些评论区或者是一些论坛里面啊有听到的啊，港女是垃圾啊，这句我经常听到的啊，港女是垃圾啊。而现在你可以看到，当恒生指数涨到了19000的时候，哎，怎么这个风向又不一样了？现在我听的是，现在港股还能买吗？啊，那为什么你不在16000的时候去看有没有一些公司值得投资的去买啊？那为什么？就像七爸爸说的，你为什么不在美团70块的时候去买入了美团啊？为什么你不在小米10几块的时候去买入小米，而你要等到它现在涨了这么多的时候才能问我们，为什么现在能买吗？现在还能高追呢？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点，散户他们总是后知后觉啊，在最适合买的时候，他们总是非常的悲观啊，或者是绝望啊。那我记得呢，这个是我们的致富股票的其中一位祖师爷，那他也是有讲过一句名言，这句名言呢对我来说也是非常的印象深刻啊。他是 Templeton， 他也说过，牛市是在悲观当中去诞生的啊。那我们过去也可以看到港股确实是很悲观啊，甚至是跌到了14000多点啊，是非常很多人当时候是很绝望的啊，并且呢，你也可以看到第二句，我想给大家看到的是今天看到第二句啊，在怀疑当中成长啊，那大家可以回想一下过去的1个多月里面啊，当恒生指数它之前从15000多点涨到了19000点，然后有个回调，经历了几个月的回调啊，当时候是不是很多人都在一个怀疑的时候啊？那当时候我还记得在直播的时候，七爸爸在讲港股，然后当时候还有很多人问为什么你还在看港股港股珍惜生命，远离港股，对不对啊？那你可以看到第二点现在是不是一个牛市是不是在最近突破的时候很多人都在怀疑的肯定会回调的啦对吧？当它涨到了17000的时候，肯定会回调的啦当它涨到了18000的时候，肯定不会涨的涨了这么多，肯定会回调的。结果它就在这么多怀疑当中不断的成长，现在呢就到了19000了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怀疑一个牛市尤其是如果你有认真的做功课你有了解到一些散户的情绪他们还在怀疑的当中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寻找市场上面有没有其他的机会就像七爸爸在过去他也一直在分享他也是有分享到他有看到的一些值得他长线投资的一些机会比如说小米，比如说美团所以你可以看到今天美团涨了多少涨到140多块，对吧那为什么你不在90块的时候？为什么你不在80块的时候？你不在70块的时候？你去看小米，你去看美团你去看它，然后趁低的时候买入，作为一个投资者，有耐心的去等待它成长呢？另外我们也是在过去也是有一直的看到一些最近有一些利好港股的因素你可以看到，其实爸爸其实这里我说的是早在1个月前但其实不是的他过去很多时候就2-3个月前也有讲到一些利好港股的因素而最近呢，他也是有讲到，现在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机会不知道有没有同学在1个月前你们记得这句话的，你们当时候有看到这个直播的你们有的话也可以在这个留言区写一下让我看一下你们
那为什么现在是一个非常难的机会啊？那过去我们就讲过了啊，现在就不重复了，并且当时候也是有提前的讲到啊，美元这个因素啊，包括降息的这个因素，也是啊，现在通通的反映出来了。所以其实你要买港股啊，或者是你要买一些股票，其实你要先于大部分的散户去买入的，就像七法那样啊，在1个月前啊，肯定是很少人问的啊，但那个时候啊，才是一个最好的买入时机。而如果你错失了这个机会的话啊，其实啊，在上个星期啊，我在 GNT 里面啊也有分享一些我看到的机会，然后我也是做了一些提前的准备啊。那当中我也是有看到一些机会啊，比如说这个是啊，我们有一直跟踪的一个股票，它叫富途。那你可以看到这里呢啊，它有一个啊很大成交量的突破啊，并且呢啊，它这里我也是看到了一些其他的信号啊。那如果你是有上课的啊，那你可以心中默默的去说我的那个答案啊，你不要说出来了啊，让他们自己去学习为什么啊，我看到了什么信号啊，千万啊不要说出来，嘘 ，OK 啊。那当时候我就看到了富途这个股票，然后呢就是讲到一些进场点，然后你可以看到在过去的3天里面，它已经是涨了超过17%啊，非常的强势。我看一下啊，有人说他有提早的进场，OK，恭喜啊，这位叫Chen 的同学啊。那另外有同学问，就是多说一些今后的吧，就是想问关于恒生指数未来是涨还是跌的，对吧 ？OK，那这个我待会儿看一下同学们的反应，好不好？感谢老师提醒小米和美团啊，那你能够把握也是你的本事，对吧？那我们只是作为一个分享而言啊，最后把握的那个人是你自己，OK 啊？那另外还有我继续分享了啊，另外呢，我们也观察到啊，在今天里面，其实我也是观察到很多的港股啊都有一个机会啊，今天只是拿了其中几只股票啊，其中一个是富途，另外一只呢就是一只新的股票啊，叫做中国太保。那这个股票呢之前我们是没有讲过的，但是在我去做技术分析课程教学的时候，我留意到了这只股票，然后呢它也是符合了一个其中一个我的一个买入的条件之一然后我当时候呢就把它放进我的观察名单当中并且也是分享给 GNT 的同学们然后当时候呢我还说过，这只股票呢它正在一个整固的阶段就要留意它有没有机会之后能够出现一个突破那当然现在我给你们看这个号码并不是让你Rich 在看这个股票，然后我现在明天早上就去买这个股票，今天晚上开市的时候就去买富途并不是这样的我只是作为一个教学的题材并且是一个分享和学习所以呢，也千万不要盲目的看到一个号码，然后就去盲目的去买那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在这里我会看到这个信号呢其实也是应用了我在我的技术分析的课程里面所教到的一些内容所以能够让我做好这个提前准备，才能够占到这个先机所以呢，有没有 GMT 的同学你们是有听到我上一期的那个直播里面，然后当时候我还讲到了其他的股票但这里呢这个数量太多了我就不一一的详细的去讲但你们也可以看到这里为什么我当时候会看到，你们也是能够讲到，有人说的非常好这个是一个秘密确实那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你们想知道吗？如果你们想知道一个好消息和坏消息的你们就可以写在留言区里面说我想那我看一下。OK 有人说想那
我先说坏消息吧。有坏消息呢，就是sorry 啊，这个 GMT 呢就是我们一直讲到的 GMT 的这个平台我们已经是不再对外的开放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坏消息啊。那好消息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是想学习，我是怎么样能够捕捉到这些强势股，或者是我是怎么样透过技术分析能够看到这些强势股，然后才能比那些散户更早的占到一些先机更早的部署，然后去买入这些股票你们也可以去学习我的最新推出的一个课程，就是致富股票的技术分析那大家也可以在这个留言区的里面去找到那个链接。然后我们现在呢已经是推出了更多的课程，并且呢我们也是做了一个第2次的 live， 然后呢在最后课程的最后我们也还有一次的 live， 还会在之后再一次做的。然后我也是期待的，我也能够在这个 live 里面能够看到大家所以呢，如果你最后真的想学习怎么样能够提前做好准备，然后怎么样去捕捉这些强势股的话，并且有人说已经买了呀非常好也是非常感谢那最后如果你想怎么样能够捕捉这些强势股的话呢那就点击这个连接，然后呢去了解更多吧今天我的这个 live 就到这里那感谢大家。